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今天的声音会比较差一点哈，因为我那个麦克风啊，我忘了充电，所以它突然没有电，所以说呢，我只能用镜头来去收音了哈。然后大家请将就一下，好吧？我这样讲得清楚一点啦，如果听不清楚告诉我，因为我让它充电一阵子，那看等一下再把它换回我们的麦克风，好不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讲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大家做我们的那个法律报名，下礼拜就截止了哈。我们的到那个6月20号截止，下礼拜六啊。我们好了，我们简单一点好不好？我们下礼拜天啊，下礼拜天的这个时候啊，在直播完了我们就截止，我多给各位一天的时间。那这是因为我们不只是补财库哈，补财库的是每年都有的。那老师发现啊，就是还是要先看看财库本身有没有问题吧。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增加了修财库的啊，就把你的财库把它补一补啊，修一修的。有些你墙塌啦、门坏啦、屋顶不见啦，还真的很多屋顶不见，我讲真的。所以说那个钱就容易流出去，好，那所以说你补财库之后，它也有可能再流出去。所以老师这一次啊，都加了很多科仪哦，每天都在做科仪，每天在做仪轨，那希望能够帮大家把那个财库把它修好，不增加收费，好，我没有要增加收费，都是一样的价格，我没有要去多收费，大家只要你参加的我都做，好不好？所以很多新朋友进来之后，发现有些人有房子有坏，有些人房子富丽堂皇还是有，哦，就有些人本来就是很会守财，真是有啊，好吗？那这个不挑年纪哈，因为你这个无论你男女老幼啊，就80岁以上可能不太需要了。那就是说，一般的是小孩子也可以去报，因为是说你财库总是要得修嘛，早修晚修都得修，那就先让我修一下啊，那总是比较好的，好吗？这个没有增加收费哈，不用特别来问老师说这个是含在一起，是含在一起，我们增加收费。第二件事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虚有想我录啊，哦，老师现在就已经差不多做完了啊，就是整体来说，老师总共把它归类成。本来应该是将近100集了啊，但是老师把它缩了，好不好？我们把它缩到大概61集到63集。那呢，本来是说一个我们一支的有声书啊，大概是15到20分钟，现在呢大概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啊，甚至有1个小时20分钟的，你不用一次听完啊，你不用一次听完，你可以分好几次去听。但是啊，西游想我录啊，老师卖这么便宜，不是说我这个做很简单，这个做非常困难，我现在全身。已经有一些健康状况了，因为要写这个东西啊，我要全神贯注，然后我又得做仪轨，又得咨询，所以我现在健康有点状况，比如说我身体现在有很严重的湿疹，那可能得休息一段时间才会好。但是呢，这总共字数加起来将近大概我没有记错啊，大概80几万字。这80几万字是我写了好几年才把它写起来的，而这个东西老师还是有把它做修改啊，有些剧情我是有修改。那么西游香物它对各位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讲实在的，它就是各位的一个解说之书。怎么样呢？就是你人生中你能够遇到的任何问题，80%啊，不要说很多了，70%到80%，你人生会遇到的问题，都在这一部《西游降我录》里面会给你这样子的解答。我告诉你，我写了好几年，每次一直跟各位讲说我要出，后来没有出，是因为写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困难的。啊，你要把所有的一个人物的心境，还有你人生遇到的事情，还有我们的一些佛法、道法、一切法，我们把它写进去。你人生会遇到的事情，我都把它放在《西游降我录》里面了，包含上面要给你的开示。所以说，每一个人看《西游降我录》，你是不一样的体会的。有些人没有体会，有些人只要听几句就觉得原来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上天要给你们这些那个什么人生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是说我从这个地方我得到我的启示，不是每件事情靠算命都可以解决的。我说个转白的，大家愿意关照我这个算命，我当然很开心。但是人生有很多事情，你不是只有是跟非啊。不是这样子的，人生世界有很多事情，就是你是模棱两可的，你每一个人都不同的立场了。我们讲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牛魔王跟孙悟空本身是兄弟，但是一个就是齐天大圣，一个叫做平天大圣，两个兄弟这么好，为什么后面你得打一仗呢？对不对？为什么？立场不一样。过去的亲朋好友到后面立场不一样，我就得跟你干到底，对，跟拿老婆孩子跟你一起干到底，是不是？他为什么原因呢？那心境怎么样？就在里面说《西游降我录》。每一集你听不完是正常的，因为它本来是100多集的，因为你《西游记》原著也是100集100回，但是我把它浓缩起来，把它变大概61到63集，然后就是结尾我想把它美化一点，再加上呢，我们现在呢，有个建议是呢，我之前自己念的不好听，所以说呢，我把它变成 AI 的语音，然后呢，我把所有的角色都有的配音，好吧，这也是我用呕心沥血做出来的作品。我要把它做成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的配音，不是都就一个声音。如果我念我尽量做出声音来，这是很滑稽。所以说呢，我自己的声音有在作品里面客串了，以后你个人听就知道了。但是呢，其他的人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专属。
然后呢，这样也不行，你只听声音没有画面也很干，所以说呢，我再把画面加进去，示意图啦，把它变成山水画示意图，好，水墨画去给它渲染一下。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一样在我们的6月20号会开卖。卖了之后呢，会一直卖下去啊，那未来可能会涨价，可能不会涨价。但是各位，我不是只为了赚你那699，我是要你在从稀有享偶炉里面，你能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何想我不降魔。这个是老师非常跟各位讲，好吧？这很大的篇幅跟大家讲，好吧？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今天不是来宣讲的，我们直播要讲，好吗？好，开始我们直播内容哈。那我们直播内容，我们首先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礼拜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SpaceX 它是史上最大的 IPO，所以说我们伊隆马斯克他成为人类上第一个兆元富翁，也就是说呢，他的市值跟估值啊，等同是1兆美元这么大的，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之前的贝佐斯，对不对？那个亚马逊贝佐斯不行，微软比尔盖茨不行，对不对？任何人都不行，只有马斯克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他会不会有第二个？会，还是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的？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你只要有通货膨胀，你的估值、你的货币就会不懈的往上去窜。所以说呢，第一个兆元的富翁啊，不代表他是最后一个，他们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的要成为兆元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各位去警示一件事情啊，当你的币值跟你的现实有没有可能会脱钩的状况之下，下一次的金融危机就在眼前。各位去理解这件意思，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啊，它本身它为什么可以估值这么高？你甚至有其他有实业的，比如说亚马逊啊，比如说其他通路的东西，他们的市值没有膨胀这么快。但为什么你这一个不是你要说 AI 公司也不是 AI 公司的一个企业？那你为什么可以有兆元俱乐部的这样子的强大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代表我们金融崩坏就在眼前我们不是危言耸听啊，我很少跟各位讲是说那金融崩坏，除了这个什么，那在疫情那段时间啊，对不对？到美股到16000点的时候，我说它有可能往下，这后来反转过来。那除此之外，这么多年下去，我没跟各位讲什么金融危机。现在我会告诉你，金融危机就在眼前，而且毕竟大概有概率是2年内也会发生。2年内是多久呢？我估计是在今年10月以后到明年的10月之间这个有很大的风险。那请听我娓娓道来，好吗？那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 SpaceX 变成上兆之后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产业它能不能挣钱。你不是说看它很好啊，就让大家赶快去赶上这一股热潮，赶快买它的股票就一定发财。买它的股票会赚钱，因为毕竟还在蜜月期里面，那赚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赚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先不管它这间公司啊，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它其实主要是有3块的，好不好？它主要3块，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 Starline 啊，就是说它的星链。星链这个东西啊，是这家公司实打实赚钱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把全世界地球最好的卫星轨道的那个一些位置啊，都把它包下来了。因为就是谁科技强，谁就去占领那个最好的那个轨道嘛。对，像中国现在发很多。它的轨道也没那么优秀，它必须是最优秀给美国独占的。所以说，美国发射这么多的卫星上去之后呢，那个 SpaceX 这个 Starline 星链发这么多的卫星上去之后呢，它就得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真的要去做马斯克他这个业务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强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不好？我们不是说看美国就不好，没有。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啊，的确是世界上最强悍的这个网络的一个系统。然后这地球就算发生了什么电池上面的危机啊，电池炸弹啊，炸完之后也没有网络，那星链它还是可以提供网络的。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星链啊，它的实际的营业利益是多少钱？而且星链啊，我先告诉你，他们的业务里面呢，整个 SpaceX 里面呢，它所有会赚钱的就一家，就是星链。星链它的营业利益啊，目前所能够看到的事情是什么？看到事情是它营业利益是44亿美元，因为它有1200万个订户，占总营收的61%，而且它是以每年50%的方法来去增加它的订阅数，所以说这个星链的确是赚钱的，早就回本了，而且是一个金鸡母，开始不断赚钱的。我说白了一件事，只要台湾能买，我搞不好也买回来一个玩玩，我要订阅没关系，20块美元嘛，对不对？我跟你订没有紧的，对不对？他如果台湾能买，我就买，是不是？但现在没有通过嘛，所以我们不能买。所以有限的地方可以买，但是我这边买不到嘛，对不对？我也不能把它带到中国去啊，这去就被没收了，那违法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说它赚钱，但是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再怎么赚钱，它是44亿盈利的公司，它能不能去跟所谓亚马逊比呢？
不行，它能不能去跟 Costco 比呢？也不行。它就这44亿啊，这很挣钱，但是它发射也是要钱。那么发射这里面就变成什么 Falcon 它的就是发射这个星舰卫星的啊，发射火箭发射服务的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赚钱？不挣钱啊，不挣钱，但是因为它可以火箭可以回收，所以它省钱，但是它不挣钱。它虽然占了全世界这火箭发射量的50%，美国的97%，但是它不挣钱。为什么？因为它每一年还要花3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拖垮它的盈利。所以是说呢，它怎么样都不挣钱。说在这间公司呢，它的科技很强，但是不挣钱，加上它之前要爆了好几次，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 Falcon 这个发射火箭的公司啊，也不挣钱。那么它里面的3个组合里面，已经有一个挣钱了，就是星链；第二个不挣钱的是火箭发射公司 Falcon；第3个就是什么 XAI。XAI 我们在前2周的直播就已经说到了 ，XAI 它自己的利用率都非常非常之低啊，到最后是卖给谁？卖给那个什么？卖给那个 Cloud 的公司。什么 Antronic 啊，他就把它买过去之后呢，租过去啊，比如说买过去，租过去之后呢，它的整个机房的销售才提升到100%，不然它那个东西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因为它的 AI 是不咋地啊，他说它 AI 其实是还蛮糟糕的一个状况啊，因为马斯克他跟川普里面的政治的决裂，让他少了什么220亿的一个联邦合约啊，没有说完全消失，但是你要继续也是不容易的。那也包含他跟着 Amazon 啊，他去竞争，所以是说啊，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 XAI 是没办法运行的，到现在为止啊，它没办法在市场上给我们实际去使用，它自己整合上也有问题，整个模型啊并不理想。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凭什么对面造园公司呢？凭他是伊隆马斯克。我们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凭他是伊隆马斯克，为什么凭他是伊隆马斯克呢？因为他之前做特斯拉的时候，别人说你特斯拉是不可能造成的事情，所以说他后来造成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火箭回收是不可能造成的，他也回收造成了。那你要把那个网络在太空中去给地球使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也做到了。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啊，基本上他有去实践的，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是100%的成功。好吧，100%成功，就是他要去商业化的都会成功。那还没有成功的是什么呢？火星殖民嘛，这个没有成功，对不对？或是其他状况都还没有成功。所以说他只要落地的，基本上都是会成功的。还要去做，他说我可以做得到的，几乎都成功。所以说呢，大家认为说你是伊隆马斯克，所以说你答应的事情一定可以达成。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有点什么估值，就是我期望你能够成功，但是你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过去可以成功，不代表你未来可以成功，因为它过去的特斯拉可以成功，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成功，它是有赖于外在的环境，时也、命也、运也、天时地利也。你没有所有东西都掌握的状况之下，你要去成功一件事情，那你真的只能纯靠运气了。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现在，如果伊隆马斯克他要成功，就必须把他所有东西造成他很大的产值。但是目前我们是看到 Falcon 这间公司，它是火箭发射，它已经有了全美国97%的市场了，全世界50%的市场了，它还在亏本，哦，这还在亏本哦。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想，如果它达成了全世界97%，好吧，我们举例而言嘛，现在3%中国发射嘛，中国发射它自己发射就可以，它不需要靠你，是不是？中国地那么大，他们火箭发射也是有够这个实力的。好，那今天如果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再翻转，你不可能2个美国，你只有1个美国，这是1个美国已经97%了，其他国家的其他全球市占率再给你多40%的份额，你几乎是全球发射火箭的一个扛把子，你依然没有办法让你这块业务能够稳定的获利，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好吗？你就懂老师意思了没有？因为 Starlink 你现在有1000多万用户，我们说它以后还会成长，不要紧。Falcon 这个火箭发射再给你翻涨1倍了，几乎把全地球除了中国以外的、俄罗斯以外的所有的发射都交给你了，你也不会盈利，明白了吗？它不会盈利的，不可能盈利的，研发费就超过了。你说老师不对，你这样讲不对。等它研发完成了，这个市场制霸，它垄断了，那么它就可以涨价。没有错，你这么想，那你就是对的，你就是比老师还要聪明一点。但是问题是不是只有它能够发射？因为中国也能够发射，只是它的成本比较高，它的火箭回收还不成熟。那伊隆马斯克是最成熟的，发出去还可以再收回来，那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么第3个，我们回到原来的，就是 XAI 能不能获利？答案是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办法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说它 XAI 要获利基本上是微乎其微，即便是他把他自己的 XAI 放入到他的特斯拉系统里面，还是会有问题，因为所有的 AI 里面，它不是只有知识量是很需要使用的，最重要的是这个 LLM， 也就这个所谓的 AI 的模型，它的算法，它的多模态啊，包含就是说你一个 AI 模型，它能不能够去识别啊，无论是声音、影像，或者是场景、日夜、男女什么等等之类的，它能不能识别，这个是很考验到你这个所谓的 AI 的模型它的一个强度。但是 XAI 现在没有，它必须从零开始研发，因为它虽然以前投资过 OpenAI， 但是 OpenAI 把它踢出去了嘛，所以它没有相关的技术，它要做这些事情是非常举步维艰的，因为它的对手太厉害，你要去研发，你比现在已经有的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还要花更多的钱，你才能够把 XAI 能够稍微的做起来。但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它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它机房自己的 token 用不完了，还必须得租出去给 Anthropic， 那么你说它怎么做起来呢？这个是有危险的。说这家公司它只有期望值高，但是基本上你从这么高的股价里面，你要它去分红配股，基本上是难如登天，因为它3家的业务是在一起的，你买它的新链，它的新链的钱不够去填补它另外2间公司的研发费或是营运成本，那是不够的。所以各位去理解，这里面其实是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你把估值估这么高的时候，那么就代表过去的达康时代又会再来一次。公元2000年的时候，你只要说你会上网，好，那你就有办法去募得这个资金。而现在你说你在搞 AI， 你基本上就有资金可以去拿，那这个问题就代表是说股市的不稳定性非常高。为什么这一家公司不稳定性就很高呢？因为它的估值是1兆美元，所以它的涨跌是不是就会让美股产生一个重大的点数上的一个位移？跟钟老师意思嘛，有玩股票的、玩金融的、有玩期货都知道，你的公司估值太高，它跌，你整个就变大跌。像台湾台积电，前2天台积电对不对？上礼拜台积电跌得这么惨，是不是？它一跌，它跌几个百分点，我们的市值就砰出去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它的估值高，影响你整个大盘的指数就高，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说这个美国政府啊，他把手伸到了 AI 公司里面，这个 Anthropic 它里面就是 Cloud 这个模型的公司，他们最近已经推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叫做 Fable 5，还有这个模型，厉不厉害？当时他推出的第一天呢，金玲老师告诉我，现在的 Anthropic Cloud 他有在推出一个新模型，他叫我去注意一下。那我什么注意呢？只要有新的，对不对？我他妈的在去研发 AI 的人，我当然去研究一下，就把它花钱，吭把它拿下来。没有，那个时候还不用钱呢。它强不强大？我告诉你，被停了这个 Fable 5，它之强大到非常令人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 LLM， 然后怎么这么强大的 AI 模型？因为它的强大就是它可以一贯性的思考，把一件事情按部就班，很长串我们写代码或者写那些设计都非常的长，它可以从头到尾非常的缜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而且它会分段式的思考，然后让它的错误率可以降到最低。会不会错？它会错，但是错的概率比较低。是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么好的模型，你推到市场上，其实是对其他公司的一个强大的碾压，无论是对 OpenAI， 或者是无论是对 DeepSeek， 无论对千问，无论对 Gemini 都一样。这个简直是降维打击，这个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但是你现在试不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推出后的72个小时之内，美国政府呢就以国家安全授权为主，要求这个 Anthropic 的这家公司啊，禁止任何外国人，不分境内或境外，哪怕你人现在就在美国的什么肯达基州里面吃肯德基，对不起，你不是美国人，那么你就不能够用这个模型，好不好？它就是不分境内外，任何外国人都不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当然他们认为是说这个里面有所谓的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些木马或是有一些骇客或者安全上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啊，72个小时之内啊，它的目标是让所有外国人都不可以用 Fable 5你其他可以用，比如 Opus 可以用 ，Sonnet 可以用，但是呢，你这个 Fable 5的模型就是不能够去用。但是
你说你要去怎么去限制呢？你没办法限制啊，你哪知道你的客户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呢？你怎么知道你这客户在境内境外 IP 可以知道，但是你装个 Plus 就可以知道了，装个 VPN 谁知道呢？那我怎么辨别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难道你自己的说你是美国人我就信吗？你说你不是美国人我就应该拒绝你吗？不知道，所以是说的很简单一件事情，这个 Anthropic 这间公司啊，它是直接把这个 Fable5 的模型给取消掉了啊，给取消掉了。所以说，虽然说它什么样是有这个越狱漏洞啊，比如说 Amazon 就说它有越狱漏洞，但是呢，问题在于是说你现在没办法去判别这个政治力的时候，他就只能把它关停。所以现在不管你是在美国境内境外，你是不是 America， 你都不能够使用 Fable5。那么这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美国连自己最强的 AI，他连欧洲人也不去使用。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下的禁令就是你不是美国人，不在美国境内你就不可以使用，这包含了他们的那个央格鲁萨克逊的堂兄英国也不能用，你是英国人你也不能用 Fable5， 对不对？那你是什么澳大利人、澳大利亚人也不行，是不是？中青会都不能用了，那其他的欧洲人呢？法国人能用吗？德国人能用吗？奥地利人能用吗？对不对？还有瑞典、瑞士他们能用吗？都不行，就只有美国人可以用，但是没办法分，所以他就直接关上了。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最强的 AI 你不准外国人用，那么 AI 就等于是什么？它从商品要变成了战略武器。说你不让你使用 AI，因为它太强了。如果让你使用 AI，你是不是有可能来去做你自己研发，然后来威胁到我自己的产业呢？或是你用它来蒸馏出来它的算法，然后呢来去帮别人升级呢？所以说美国就变成就是说我必须要因噎废食，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我就不能让你去用。那这个就造成什么？造成科技壁垒，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去讲到这个科技壁垒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这个状况之下，那么美国的 AI 技术会限制到他们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让全部人都不能用的状况之下，美国自己它国内的软体研发公司、这些系统商啊、这些所谓的初创业者，他们都需要这种 Fable5 这么高强的一个模型，哪怕它很贵，对不对？100万 token 可能就要花你26块美元。100万 token 26块美元啊，我没有听错啊。我记得上次预计是要卖这个价格的，但是它好像前几天是免费的，所以说就这么贵，好不好？它简直就是2倍我们现在的那个 Opus 4.8的费用还有用量，好，用的 token 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等于是这个东西不是去限制国外的 AI 能不能够去赢过美国的 AI，而是限制美国境内的研发者也无法使用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的研发速度就会被拖慢。有没有模型差很多？这个老师可以跟各位讲的。那么同样状况来看，本来就不能够用的，比如说就是什么，比如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它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是说，哎，我自己研发出来的 AI 可以去跟美国去分庭抗礼呢？答案是不行啊，不行啊，不是说我是看到中国都说好，说美国都不好，不要会错意了，好不好？陈老师毕竟是做这一行的，我要公平的看待众生，但是实际上是不行啊，实际上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中国它本身的 DeepSeek 4.7跟千问3.7 Max 是现在中国最强的2款模型，其他的都是弟弟，然后就是这2款特强，其他真的都是弟弟，我都用过了啊，比如什么月之暗面啊，什么鬼的啊，我都用过，那干他晒，干那上面干妈的白花钱的东西。那更不用说 Gemini 呢，也是跟他晒啊，那也是用起来你会觉得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忽悠我就算了，对不对？你他妈 Gemini 跟豆包他妈根本就是他难兄难弟，是不是？胡说八道一流的。Gemini 跟豆包差不多，我告诉你真的，2个都在吹牛，他妈胡说八道的，这话都随便他讲的，那讲错了跟你讲对不起，靠腰骂豆包跟 Gemini 他们一定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改这妈真是有够夸张的。所以现在去讲的话，就变得是说，你 Opus 现在能够放出来就是 Cloud Opus 4.8、GPT 5.5，还有千问3.7这3个，他们本身去拼的状况之下，第一名是 Cloud Opus 4.8，第2名是 GPT 5.5。那么你真的要去排，千问虽然3.7 Max 是敬陪末座，但是它也是在全世界里面排上前10名，这么强大的一个模型。那么 DeepSeek 呢 ？DeepSeek 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呢？ DeepSeek 它是价格屠夫，我们讲一个最贵的跟一个最便宜的。那个 DeepSeek 它的价格是 GPT 的1%，好不好？今天我特别去算过，它的价格是GPT 5.5的1%，1%的钱。所以说呢，它背一点可以接受，你知道吗？它背一点可以接受的，因为
它他妈能够便宜到你胡说八道。但是它实际上你去跟 GPT 5.5差多少呢？差大概10%，我说白了有差10%，但是你对于非去精密做代码的状况之下，这10%是可以忽略的，是真的是可以忽略的。GPT 它真的很强啊，我说真的啦，我也花很多钱在 GPT 身上了，我订阅它什么我都是花很多钱的。GPT 真的是很强，但是你要应用到实际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本来就走高精尖跟 AI 模型的这个行业的，基本上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价格图谱真的太可怕了。那么千问跟 DeepSeek 有什么差别呢？千问真的比较聪明吗？的确比较聪明，因为 DeepSeek 它就是语言模型，它其他的不能干，就这么简单，其他的不能干，它就只能跟你去编代码，然后跟你聊聊天，然后编代码，这可以，对不对？但是千问可以做什么呢？千问它本身的视频，也就是那个所谓的 MPEG 啊，这个或是 MP4 的这种影片型的视频类型的东西，千问它的辨识能力是比 Cloud 来的好的，就它对于这种判断这种数码化或是那种数位式的影片，千问是比 Cloud 还要强，它几乎是世界上可以排上前3名的。而其他的包含多模态就是什么呢？包含它的一个声音的辨别，还有什么呢？还有它图像的辨别，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它表格上的辨别，它的强度都是比这个 GPT 还有 Cloud 来的强。所以说哪家模型强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本身能不能够掌握这些 agent、这些 GPT 或是千问或者 Cloud 他们的特性，让他们分头来替你干活。如果你不行，那你就要想办法，就要让他学会怎么去应用它。你能够运用 AI 是最重要的。公司你不要急着让 AI 替代人，但是你必须要什么？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要让你的员工能够很熟练的使用 AI，因为他可以是怎么样？有一个很会用 AI 的人，他可以帮你带来千军万马。但是如果你只有 AI，对不起，你就是一群机器人，没屁用的，好吗？这叫什么呢？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对不对？这个刘邦跟韩信讲这句话就在这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对不对？因为他可以什么掌握无数兵，就这么强大。但是刘邦呢？刘邦你在率军打仗，你完全不如韩信。那个刘邦就大骂韩信，你既然多多益善，我他妈还不如你，凭什么我管着你？懂老师意思吗？那韩信很聪明了，那这辈子唯一政治聪明的一次就是这件事了，好不好？他就跟刘邦讲是说，我是管兵的大王，你是管将的，你是将之才，我是将帅之才，我是负责管下面这些小兵小将的，你是负责管我们的，所以说你是将军多多益善，我是兵多多益善，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的一个，你是企业主，你就要你能够让有刘邦的气势，你去找很多什么，很多人的韩信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多多益善，让他们人去控制 AI 来替你工作，而不是说你拿 AI 去替代人，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懂得使用刚才讲的这些 AI 模型的人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世界的脉动，好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美国他自己开始因噎废食的时候，中国他现在已经透过什么？透过他自研的晶片。逐渐去取代所谓的美国，也就是 NVIDIA 的一个晶片，这个事情有没有状况呢？当然是有的，因为目前来讲啊，我们可以看到 NVIDIA 它在中国的市场啊，本来是90%以上啊，现在弱化到55%，所以它的影响性还是非常之大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中国它慢慢的用它的光刻机，用它的晶片去取代目前 NVIDIA 的时候，它一定会有跳跃式的一个成长。当然，很多人在网络上已经有说过，中国现在已经突破光刻机了，讲的这是煞有其事啊，是不是？真的是非常有证据啊。为什么呢？他们用的是什么印章式的，对不对？刻印的啊，它就可以做出来的3奈米的一个水准。但是这个是吹牛的，老师必须跟各位讲，这是吹牛的。它能够做到去压印，但是你再怎么压，你的良率即使高，但它速度慢的非常慢到一个胡说八道。而且它的产量没办法去比，说中国有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光刻机？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光刻机，它只能用什么？只能用我们在前2周所讲到的涛定律，就是它让它已经有的这个晶片发挥更大的效能，它不用去追逐过去的3奈米或是1奈米的一个效能，它靠涛定律来让晶片本身的潜能能够获得更大的绽放。比如说原来的晶片一颗就是100分，它本身的晶片，中国国产的晶片就只有35分到40分。好 ，NVIDIA 是100分，那是呢，中国的晶片啊，那就是30到40分之间。
那么通过套定律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拿5奈米到7奈米的晶片，能够提升到什么？提升到将近60分到70分之间啊，60分以上70分以下。那能不能去跟原来正式的3奈米、5奈米或者1奈米去比呢？不行，但是成果斐然，因为用套定律，它可以激发它原本没有的能量，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纳美克星大长老，就让克林变强。对，听不懂就是代表你还年轻，好吧？听懂就正常，听懂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好吗？所以各位去注意啊，整个科技里面，它基本上中国正在进行他们的一个晶片的替换，把过去 NVIDIA 慢慢的把它代谢掉。当代谢成的时候，那么你告诉我美股会不会有股灾？因为现在的英业达 NVIDIA 它在美国跟台湾的美国就是美国哦，美国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权重是高的。那台湾有没有上市？台湾没上市也不要上市也不要紧，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权重。因为当中国如果它成功的状况之下，那么全世界的晶片跟光刻机的价格会直接腰斩，连续2次腰斩，可能只有现在的20%的一个价格。那么你现在已经赚钱的这些美股的估值，你会不会拦腰斩？会的。那么你的东西如果拦腰斩，代表是说台积电它本身的优势也没有这么强大，那么它所得到的订单数也就会少啊，或者收入也会减少。那么你是不是台湾的一个金融危机也会产生出现？所以我们要去知道很多事情，它并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它是一个已经可以去评估它的成分已经过度危险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表面，我们会觉得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当一家大到不能不倒的时候呢，它就是最大的危机。比如说就次贷风暴，到现在资本界还是没有，但是不要说资本了，资本本来就是无情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包含美国、欧洲都一样。还是不愿意从次贷风暴里面学到任何教训。当你让一家公司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当它一倒的那一天，或它出现问题的那一天，你的经济、你的金融基本上就会面临到难以为继的浩劫。这个浩劫一出来的时候，你整个社会都会动荡不安。次贷风暴跟现在的状况来讲，次贷风暴就是个地理。我先跟各位讲，次贷风暴那一次跟现在你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斯克的 Xbase 或者英业达啊，或是其他的一些科技股 OpenAI、Anthropic 都一样，那个时候它的造成的金融危机，以现在来看都是地理，这个就这么严重，好吗？好，看各位什么问题哈？这我应该没在划水吧？不要到时候有人这时候我在划水，我讲很认真好不好？做了很大的研究，好吗？好，来感谢徐老师，感谢徐老师哈。这行的轨道其实通信技术旧时代的，几千美元是没有错，但是它技术可以更新，卫星也可以改啊，卫星可以改，所以说它还是可以更新。但是的确啊，你说的是对的，它最多也只有，有没有1000亿美金，我还抱持着怀疑啊，大概可能顶多几百亿美元它就倒天了，因为它的租赁费用是便宜的，好吗？租赁费用是便宜的。美国公民只能使用 Vaporfly， 现在都不行了啊，现在都不行了，好吗？现在都不行了。未来 AI 世界，那人类的价值在哪里？人类价值在哪里？那时候给世界再去讲了，人类价值负责活着，我们活着对 AI 就有价值，我们不活 AI 就没有服务的对象，它就没有价值。我们对于 AI 来讲很重要，就是我们只要活着，他们才有服务的对象，不然它为谁而服务呢？懂我意思吗？AI 必须要有人类来为它服务，它需要一个组织，那我们人就是组织，组织无人到后面，我们就是什么？它豢养的动物而已，好吗？与这个惠达合作，网传做的机器人工程变成替别人打工的角色，这是网传哦，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因为语数它本身的机器人应该是不能够去跟对外合作的哈，那个应该是不能对外合作。如果有网传，那我对这条消息我抱持的怀疑态度，好吧？我这是抱持的怀疑态度，好不好？这个我们要得去看一看。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补充一下刚才所讲到的事情 ，AI 它的公司发展的估值再高，它是有问题的。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美国的这些 AI 公司，它用16美元所做出来的 token， 你能够卖出去的钱就是1美元，懂我意思吗？现在美国它能够产出这些词源、这些 token 的这些荣景，它能够消耗这么多、收这么多钱，基本上都是亏本的，懂我意思了没？美国现在 AI 所产出来的词源 token 收了我很多钱，哦。干他妈的 GPT 真是贵，你知道吗？我刚才讲话是要付费的，我现在真的是很久没有讲话要付费的时候了，都别人付费给我。干他妈现在跟 GPT 讲话要付费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用它 API 要付费的，是不是？是贵啊，在这么贵的状况之下 ，OpenAI 还是亏钱，还没赚钱哦。哎，你不要以为它是赚钱的，没有。
无论是 Anthropic 它有赚钱，但是它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那么赚钱。它是最赚钱的公司，但不代表它有稳定的盈利，那是两回事，好吗？加上你的 OpenAI、Google 啊，还有包含了那个 Anthropic， 然后加上那个什么的，还加那个谁，那个 SAI， 他们整个东西互相缠绕起来，都在交互持股，所以他们本身是没办法创造利润的东西。真正能够在 AI 这个世界、这个业界赚到钱的人，基本上只有中国 AI 公司，就这么简单。中国电力基本上就是一直不断去把它给了 DeepSeek 给的这些那个阿里云，然后让他们有千问可以去输出这个词源，然后有这个千问去输出给这些。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几家公司的那个什么字节跳动是抖音嘛？抖音底下是有火山引擎的，好不好？豆包虽然胡说八道这个事情，但是你要明白，那个火山引擎啊，就是数字科技下的火山引擎啊。它本身的服务是在国外都有，而且很讽刺的是什么呢？它的火山引擎所用的，无论 CDS 2.0、C-Dream 或是其他的一些那个 TTS 或者任何所有的模型，在海外的价格是比在中国本地还来得低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海外机房它可以取得高阶晶片的主机来帮它去做使用，但中国不行。所以中国它所谓的这个模型的钱是比美国来的贵，它是对自家人很贵，对外国人很便宜，这个是一个现实。但是问题是什么？人家的技术高啊，对不对？人家技术高啊，你现在这极梦它所用的现在这些 CDS 2.0，是不是拟真度之高？做慢锯做什么？你在用它的，你会觉得真的是差很多。你跟其他的 group 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吧，或者 Sora 之类的，你基本上真的是没办法去比拟的。所以中国强的地方，它真的是很强，它只是暂时没有经验去做，而这个技术它是可以跨越的。并不是难以跨越的一个程度，好吗？各位要去理解整个世界上面中国占的优势之大，你难以想象。就光它的电可以是说由国家去支持它发电，然后来取得这廉价的电力，就已经让它独步全球了。美国发一度电多少钱？那中国发一度电多少钱？对不对？那百姓要一度电多少钱？是不是？你能比吗？那不能比的。说成本如此低廉的状况之下，我何惧以量取胜呢？DeepSeek 在下一个版本，我大概率他觉得是他可以去辨识所谓的声音跟视频，好不好？其他我不敢讲，声音跟视频，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千问，他现在几乎都可以辨识，让他厉害，好不好？但是他的很多事情处理还是不如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或者是你的 GPT， 的确是比不上，差一个世代。专家认为差8个月，过去差5年，今年差8个月，你告诉我，中国这 AI 不会能够强吗？肯定可以够强的，好吗？律师开口，妻子不飞，是这样没错哦。两岸统一后，台湾跟美国挂钩的供应链不是会不会垮了？会垮了，好吗？会垮了。所以说美国现在很急嘛，就是说他现在连台积电都要制裁嘛，对不对？他很急啊，但是你急也没用啊，因为美国不是没有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不是说没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技术，但是不够成熟，还有他们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如果现在一切事情都把它都移到美国去的话，他们本身也是扛不起的。说真的，晶片的成本会变很高。所以你说这个跟美国挂钩，跟你会不会垮了？会垮了，没有错。影响这个台湾股市影响是不是巨大？巨大啊，是巨大的，会跌回台湾应有的基本面，好吗？它会跌回台湾的应有的基本面，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基本面大概多少呢？我觉得台湾基本面大概是2万点左右，18000到2万点左右是台湾真正的基本面就是它工业上能够承载的地方是在这里。那你说会不会更低？有了更低，你再往下看是16000点嘛？因为你所有的一些精密工业，基本上你是需要中国的一些原物料，但你没有或是卖不过去的时候，那它也没竞争力。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个人的评估了，好不好？我是一个算命的，好不好？我不是算股票，我算命的。我算命，我觉得差值一算，对不对？东差西差，差在后面，对，结印结算一下，它大概也就只有2万点，我18000到2万点是极限的。那既然现在那么高，我完全不看好。我说真的，我完全不看好。就自从听到我那个保洁阿姨还在边收垃圾边在说她要买股票的状况之下，我就觉得干的会出事。她买之后就出事了。那现在最近应该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我还是躲她一点，免得她去上厕所当个泼水。没有了，开玩笑，不会了，好吧？好，那我们接下去很多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好吧，我们都要去理解一下。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嘛 ，AI 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巨大，好吧？
我刚才突然怎么突然跳动了一下，看一下我的工作表找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往回去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就是战争通膨。那我们先讲一个很实际上的一个事情，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现在欧洲本身它也是开始怎么样，开始去受到战争通膨很大的影响了。比如说什么呢？欧洲央行在6月11号的时候居然升息一码，各位你要知道它升息它不是降息去救市场或者增加它的通膨力量它把通膨降下来，它是升息它现在已经在石油、天然气已经是高到你什么？高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状况之下了。然后它还要再继续升息，升息代表是说你欧洲的各国的公债那还有你的这些房贷，还有你这些殖利率都会上调。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升息一码，其实对于整个的欧洲的经济来讲是一个有一点危险，但是它又是不能不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从一般来讲呢，人会来看现在中东的战争所制造的通膨压力让这个整个欧元区5月的通膨加速到 3.2%， 这个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而 ECB 把2026年的通膨上移到 3%， 下移到 0.8%。其实他们下移到 0.8% 就很简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个所有东西突然就解锁了货不在家，事情突然消失了，全世界石油恢复顺畅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供过于求了，那所有说他们的通膨就不会那么高了。那这个状况是可以有想象，但是呢，目前没那么容易做到。真的要做到，我觉得可能要在10月的事情，你可能比较有这个概率这个是比较会有的。而美国也是一样，你欧洲开始上涨了，那美国的 CPI 也是产生了问题。美国4月 CPI 上增在 3.8%， 那是5月以来的最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它已经连2个月去加速了。所以说，你知道这个5月的 CPI 已经是在我们前4天前公布的，就是6月10号公布了，通膨它还在高档，现在在 4% 以上。所以这对美国老百姓来讲，你的股市再高，跟他本身的生活没有关系。而不是你每一个去投入股市的你都会赚钱，比如说巴尼，你也买的台湾人，对不对？有些人买就是会亏，因为他买的不是指数，你买的是个股，而你这股价估值高的，那你也只能买什么？买保证金期货，而保证期货它不是一直都上涨的，即使股票在涨，但是它也有可能怎么样？它在跌后再上涨，跌后再上涨，把你洗出去，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股市荣景不断的创新高，那我们上礼拜有说过了，即使非农很漂亮。但是奇怪的是，失业率没有下降，意思就表示说，百姓已经在就业，他是重复就业。我一个工作不够，我要工作2份，一个便当吃不饱，我吃2个便当，对不对？这个事情都不会只有在台湾会出现的，在美国也会出现，对不对？一个工作做不完，不够养家，我就做2个嘛。所以说，在目前为止在美国的 CPI 还是上涨的，因为通膨就是这么大，你就是得就不断的工作来去支付你日常的账单，而且只是支付日常的账单的。而最重要的是 FED 它的利率目前在 3.5 到 3.75 之间，也就是过2天后6月16到6月17他们的那个联准会的汇率他们会不会再往上调呢？目前的市场氛围是按兵不动，但是基本上它已经从偏向降息状况之下，它要改成什么呢？本来是鸽派，要把它改成了你可能会怎么警戒式的升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得很压抑。理论上来讲，你要升息，你才能够降通膨，对不对？大家资金紧缩了，你才不会让市场流动那么多资金嘛。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所谓的通膨出来的原则逻辑，并不是按照你过去的那些金融模型走出来的。你拿不是金融模型的原型，就是它的经济的活络度，而是因为外部战争所导致的能源上的供应不及跟成本的飙升，来去算你自己的所谓的现在经济指数，然后来决定你是要升息或降息，这基本上就有很多的争议。当然 FED 的人都是天上之龙，人中之龙，是不是都是非常聪明的？我不懂的他懂，他懂的我也不懂。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怎么解？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说，现在美国的那个退休基金还有一些国家的一些买美债的他们就开始会产生了怀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美元融资的成本是上升的，资本回流到了美国，所以说其他国家的这些股市或其他国家这一些的一些买了美债的，它能不能够稳定住他们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把它升了这么高，美国你支付不起，而我又买了这么多的美债，美债能不能变现，或是哪一天它崩了？
汇率惨了，那我是不是受到重大的危机？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包含了那些沙特或其他国家的一些原油，他去跟中国交易的时候，或是跟其他国家交易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使用人民币。不是就跟中国做交易的时候，他使用人民币啊，而是你当这些其他国家要去跟沙特去买原油的时候，或是跟其他阿联酋的国家买原油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开出一个条件，你现在已经实际上是有的，他就是用人民币去结算。为什么？因为我用人民币，我收到这个人民币之后，我可以跟中国买东西啊，因为中国卖的就是我需要的啊，所以我拿人民币去买人民币，这没有问题啊，我没有汇率的风险啊，我当场就定了，就是我这些油就是换成人民币。那么我就把这个钱拿去买那个中国生产的东西，本来就要买的，而不是说你今天有这个钱不知道去哪里花，我就多少买一点，那不是什么那个超市什么这个百货公司的折价券，对不对？100块的礼券，200块的礼券，你为了去花这100块礼券、200块的礼券，就说你就买了1万块的东西，有没有这个状况？各位妈妈小姐们，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别人给你的500块的那个，比如说某某购的礼券，你说有500块礼券真好，然后我去买1万块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折500。来跟别人喜气洋洋，这个沾沾自喜说，你看我这个是用礼券换来的，我有500块、1000块去换的，折这个不用那么贵，我折了500块跟1000块，这折了5000块，或者是你买的东西是几万块的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呢，现在阿联酋他们国家就不是这样，我就是本来就要去买的东西，所以说我就少了汇率的风险，我持有美元的风险已经把它降低了，那么我就持有人民币，因为去中国是全世界工业品产出最多的地方。加上那些阿联酋或其他公司，他们可能跟他买一些网络设备，或者是美国的那个什么中国的车，或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需要他们的基建，这些都得付人民币。而对中国来讲，我能够收人民币就可以啊，因为我在家里吃家里用家里，我就是得用人民币，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一定要得用美元啊？还是有人用美元？美元还是世界上交易的大宗，但是实际上来讲，美元的在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性已经慢慢，各位听清楚，是慢慢降低，哪怕降个0.5%到1%，那都是属于一个很大的变更，所以它可能在这个范围内更小，慢慢的把它往下过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不好？所以你整个世界上，你央行它已经升息一码，油价它也继续的在那边波动，所以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世界上它面临到一个很难以去停止的地方，而这里面的所谓的罪魁祸首，当然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还有伊朗之间的战争。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直播的隔天还是当天晚上那个美国又去炸了49枚导弹，去炸到伊朗的头上，炸过去49发的这个的导弹那美国是出了很手吗？各位你不应该这样看，美国他发了49枚导弹去炸伊朗这件事情，板上钉钉，给伊朗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个导弹，美国一年只能造80几颗，他一年只能造80几颗，他这一次可以丢49颗导弹过去，他有没有可能明天再给你丢49颗导弹再过去呢？可能，但是有点压力。为什么？因为导弹库存没有这么的多，我能够一次丢这么多导弹过去，那么我跟别人讲，我已经尽力了。你看，我一次丢49个导弹，他妈他还没死，干怎么玩？对不对？打不死啊！靠你妈！你今天告诉我怎么打死？49个导弹打不死他了，你能怪我吗？你能怪我按兵不动吗？你能怪我什么吗？你怪我不努力吗？干你丢过去就不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伊朗有没有回击？伊朗还是回击的他还是回击打到美国的各个军事基地，但是彼此的损伤说实在的都有限因为基本上他们都防御的很好，即使真打到了，损失也不多。当然伊朗会说我打了 F-35之类等等的话都你在供了，你随便讲随便赢了，好吧？你油吹到满天都可以，但实际上是不行的。但值得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6月8号他们就说双方各自宣布停止攻击对方，很快打完了，打完打不死对方。那么要停战可不可以？可以啊，完完全全他那个伊朗一定有看老师的节目，对不对？他就说以色列必须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对不对？我上次有没有说他不可能放过黎巴嫩被打嘛？所以说你要停我很简单，你不能打黎巴嫩。我之前上礼拜讲的，各位应该可以作证，我真的讲这句话吧，对不对？之前我也讲过。所以以色列他伊朗他不可能去允许以色列去他周边的国家一直打，这样他自己的那些所谓的医协军，你看唐头打架有唐协军，这些医协军那些真主党一定不甘愿，你没有帮我干，那么我怎么带你当老大？这不是不行嘛？他就一定要帮他。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就是说不行，不行，偷偷得去做基金，没有
通通得去继续加强打击那个黎巴嫩南部。好，这个条件等于说那个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不同意，那么纳坦雅胡啊，他就24小时内就一直打电话给川普说，哥这样不行啊，干你这样停打了，我能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美国虽然持续对伊朗的港口施压，但是呢，伊朗也会持续让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锁起来。所以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受影响的，你大概就以色列他自己，但是以色列以外的全世界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而深受其害。你说以色列为什么不会影响到自己呢？因为他国家他妈也不小啊，他国家很小，那就是他妈的一个棒子大的这样的国家。你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你能够用多少东西？它南北两个粮仓也没人去打它，对不对？海水淡化厂人家打一座，留给另外一座，让你继续活下去啊，是不是？你所有东西你都还可以还撑一段时间，你要出国那还是可以啊，惜家带眷的把钱转出去了，带出去逃难都可以啊，所以它影响度是最小的，但它还有铁穹，所以说它影响度是最小的，但是它自己不饿，全世界都得陪葬。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以色列还需要能够借美军的手去解决伊朗还有他的一个核武和飞弹，这个事情是达不到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核武在哪里，就算知道了，你也不见得打得到哦。因为现在伊朗他获得不知道哪一个神秘东方大国的外挂，他现在打起仗来是非常非常的狠的啊，跟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啊，不然的话伊朗那样子一个穿草鞋的，对不对？你竟然会有怎么样呢？会突然打那么准啊，打那么狠的战略用法。其实都非常精准，我觉得他一定有东方神秘大国在私底下的帮助，不然我觉得有困难。比如说你看巴基斯坦，对不对？就明明白白穿草鞋的，他敢跟印度叫板，你他妈敢把水库盖起来，去截断我来自印度流过来的这个圣水，对不对？好，然后让我们巴基斯坦没水喝，我他妈就揍你，对不对？以前的巴基斯坦敢吗？不敢。但是他现在有之前的歼 10C 就把印度打爆了。他现在也有歼35，那么他肯定可以把印度打爆，是不是？因为有武力的人，他就在世界上会有话语权。那伊朗有没有话语权？有，因为他现在展现他的武力了。你打不死我就算了，我他妈还可以打死你，大家互相来打，谁耗得过谁？这场战它会耗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快要结束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让彼此有台阶可以下。而最后关键点还在谁那边呢？最后的关键点，他依然还在纳坦雅胡这个人身上，因为他已经解决了国内他的势力，他现在要进牢中，进到监牢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已经控制他自己的反对势力了。他很厉害吧？外面我打仗，国内我一样控制你的反对势力，但这样打下去，他再强，我说白了，他最后都会像汉武帝一样，对不对？汉武帝还可以打胜仗，还可以占领国土，是不是？以色列不行，因为他占领到后面都得还回去。没有人会同意他去在你加沙走廊的，还有中肯区。就算其他国家默不作声，伊朗肯定不同意，叙利亚跟埃及也不会同意，因为你占有那边，你就占有有利的地势，那么以后你只会更强大。我为什么让你更强大呢？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它未来的一些能源上的一些问题啊，还是一样会螺旋的上升。好，只是它到一个地方之后又把它解掉，上升再把它解掉。所以说，老师还是跟各位讲，6月份的金融股市，我认为还是平盘的啊。所以说你跌完了，后面有没有涨？有了，还是有涨的。金价继续跌，它会不会涨？会啦，啊，不要担心好不好？这个事情只要我跟你讲的事情，你都可以讲。那其他像那个白银，你问我都不讲，为什么？因为干他会完蛋嘛。但是我不能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就只能说我不讲，我不回答，但是就是这样的结果，好吗？所以说，在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东西啊，我们连贯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 SpaceX 它上市之后啊，成为第一个造园俱乐部的一个拥有者。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听到在日本就有一个散户啊，他就花了1亿日元啊，去优先去认购这个马斯克他发行的股票。对，是不是因为马斯克东西好到这个地方，所以让这些那个日本大户用1亿日元的钱，去把它吃下来？不是，因为1亿日元加起来好像也只有90几万美元啊，90几万美元，其实也不是很多。这样讲不是很多，很奇怪，因为我也没那么多钱90几万美元，然后就1亿日元把它拿下来。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是说，你的日元不去拿去买这个 SpaceX， 你日元还是要持续跌。所以说你买 SpaceX 它的股票，那反而是把你的钱锁定成美元。你只要锁定成美元，而且它目前短时间暴跌的概率不是这么的高，你给它等几个月的时间，短期内暴跌却不会这么高，那么自然而然它
在日元跌的时候，他只要把它时间来得及把它赎回来，他就光买了再换再赎回来，他都还是赚一大笔，因为日元跌是变成正常的。为什么日元跌是正常的呢？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日本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只有是说它跟美国之间是处不好的，也不是只有霍尔木兹海峡让它的石脑油基本上是很难取得的，因为它无论如何还是可以从其他地方取得，只是成本高一点的问题而已。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石脑油危机，它其实可能其他地方买就愿意付高价啊，3倍到4倍甚至5倍的价格，它还是可以取得石脑油这个东西，因为原油这个东西啊，委内瑞拉也没禁止卖呀，但是就是贵啊，因为你绕了一个天荒地老的好几倍的航程，是不是？你从那个南美洲来美洲，然后慢慢的沿边这样慢慢运过来，对不对？这个航行要沿岸边啊，各位，航行大航海时代不是直接给你从那个南美洲，然后直接横跨太平洋，然后直接给你送过来啊，不行的好不好？那个所谓的远航，他们都是离岸边有一定距离，然后呢，基本上你要贴着岸去走的。飞机也是一样，你不能直接冲过去，好不好？从赤道嘛直接跨过海洋穿过去，没有，它都是绕着沿岸去飞行的。第一个你才找得到掉下去有人去救你啊，那第二个就是你油也没有那么多啊，你还得中途加油一下。所以无论如何啊，日本它本身的原料并不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真的买不到，就花贵点成本嘛，贵点成本，那你就是不划算，但是还是能用啊，就不会完全没有，就还是能用，就是贵，一句话就是贵。所以说你经济起不来，因为你成本都垫高了，百姓吃饭吃不起了，因为它米也很贵，变很贵了，所以很多东西它就变成是说它的经济会变得比较凋敝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于是说，日本的重工业它是需要稀土的，而稀土它得跟谁买？他得跟中国买，而中国现在不卖它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不是所有稀土都不卖它，是你需要的我就不卖你，你不需要的我们可以谈，你需要的我不卖你，所以造成的日本你现在要做的一些新能源车，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变压器什么等等之类的，你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是没有办法继续把它推进的，因为你的库存是十分有限的，不要讲你库存太多，那个东西就是有限的。你除了中国之外，目前你还没有办法做到跟它一样纯粹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说日本你现在从哪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可以发展，几乎是没有。再加上它自己政府的负债比实在是250%到260%，非常的高。那现在美元也不稳，美国也不挺它，加上你还有两岸危机，好，说日本呢现在其实就可以等于说一个孤岛。这个孤岛会让日本经济啊再不景气10年都没有什么问题，而过去可以经济不景气30年，人家至少还有在泡沫经济那段时间辉煌过，他们至少还有来自日本的压缩机，量稀少，对不对？但是品质很好。那现在没有，你压缩机他妈你得有那个磁铁，对，你要去卤矿，你要去做，干你他妈自己没有啊，你跟中国买啊，对不对？日本压缩机更稀少，你知不知道？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下，你会变成整个世界都会变成是由大国他们去掌握一切的资源，由中国、由美国、由俄罗斯他们去各自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脉，而他们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不是他们操作的过火，而是他们什么都不做的状况之下，就可以让其他小国家拖到死为止，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我们看看各位什么问题，大家问嘛，还是给大家问一下，就没人要问。好，看啊，人民币最近升值多少是这样的，两岸会议取决于美菲日台如何行事，两岸统一发生不取决于日本，不取决于菲律宾，也不取决于台湾，它是取决于美国跟中国，好吧？这个我很实际的跟你讲，两岸统一不取决于其他国家，不可能的，只有美国跟中国可以决定台湾什么时候统一，而美国现在示弱，中国如果要统一，它是一句话的事情。现在所有可以阻挠中国统一的所有客观条件几乎都没有了。我们说很实在的，他现在要动手，他的成本比过去小到一个真的是让我仰天长啸三声，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就可以把台湾拿下来了。现实的状况是这样子。你不管其他报道媒体怎么讲，实际就是这个样子，好吗？海外有些货币升值较高，还是一句话，你在哪里赚钱哪里花吧，好吧？就这么简单。黄金趁低的进场，我不敢讲，反正我说黄金放10年，你一定赚钱，好吗？身为智能现阶段离实用还有找10万8千没有，其实还蛮实用的，好吧？还蛮实用的。我跟你讲了，今年的春晚，不要明年的春晚。你可以看到仿真机器人在春晚上出现，好不好？我就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好吗？今年10月去大陆贵州旅游，
贵州跳舞很好看，跳舞很好看。那实际上我不知道，因为贵州很久没去了，好吗？新年卫星一直在掉，正常的，它那个会代谢，它不是一颗用很久，好吗？你低轨道卫星它就是时间到就会掉下来，好，那个掉下来是正常的，好吗？那星链的，我还是一句话，低轨道卫星啊，不要说是星链的，那中国的也掉，美国的也掉，那个俄罗斯也掉，因为它就是这样，你绕一绕，时间一到它就掉下来，对，你要一直不断补新的上去，好吗？大家晚安哈。台湾像饺子岛，台湾饺子岛是这样子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现在台东部分的海域基本上已经被中国收回去了，好吧？这实际话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伟大的民族救星啊，民族英雄，伟大的党啊，他可能有他的考量，所以说他没有同时去跟日本、菲律宾去声明我们台湾东部海域的主权，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不做声，他们就自动忽略。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就派他的海警船啊，已经去那边去巡航了。所以说，就等同于现在连我们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也是他们去管辖的。而且你拿他没有办法，对，很简单，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打他嘛。我们海军是海军在干嘛的，对不对？打他呀，你敢打吗？打不过人家，你打人家，全世界还不支持你，信不信？啊，就是这个现实状况。所以是说。我只能是说，我们伟大的领导哦，伟大的党，民族的救星，台湾金童，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天上人的想法。我他妈一个算命的，我看不懂，但是会有问题，好吗？美战争大概今年都解决了，好吗？大陆现在还没动手啊，他还没动手，他等最便宜的时候动手嘛，对不对？因为买菜买那个价高价好的时候就买嘛，你不用买那么贵啊，这很快的啦，不用太想太多了。2026年是没什么问题啊，我没说27年没问题哦，我只说这样的事情。牛首山这地宫超美，佛祖舍利那个不错，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哈。马鞍山泡澡，马鞍山可以泡澡吗？南京马鞍山可以泡澡吗？我还真不知道改天我去看看，好吗？台湾海早就是大陆的，前几个月不是，这个月开始就是了，好吗？有时候没办法。世界杯，世界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世界杯，我就不胡说了，好不好？世界杯我没有在看，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忙到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了，好吧？那个我真不知道，好吗？然后那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谈的，但是我们时间到了哈。来宣扬一下我们那个补财库的法会哦，那个报到下个礼拜的今天，在7天时间把它报完。那记得老师这次有帮各位去修财库，未来可能不几年之内，我可能不要再修财库了，太累了。我说真的他妈太累了，真的太累，哇，真的是太累了，真的是很累很累。修财库这件事情比我之前想的还要累很多。我们可能就今年办修财库了，可能未来2、3年呢，至少3年之内的时间，我大概不会再修财库了。一次就让我快吐血了啊，不行啊，这个下去不行，一次就够了，好吧，一次就够了。再下去不行，而且你修一次可以抵很久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各位把握这一次嘛，赶快报一报，是不是？我帮你修个财库，也没增加费用，好吗？这就是下礼拜啊，我们6月20号当天，我们会开始销售我们的一个西游降我录。那6月25号，我们开始招我们的姓名学啊，这2个都是今年的重头戏。因为《西游降我录》它会长期翻售，但是它是一个解说之书，你人生中任何事情，基本上你在它的故事里面你都可以找到启示。我不能说找到完全的答案，但是它给你一个启示，让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知道为什么了，那它会告诉你怎么做，它会告诉你怎么做。我告诉你，《西游降我录》这个东西我写了好几年。冯天圣恩特别提醒我跟各位去讲，人生中会遇到的事情，基本上都在这个里面了。主要是上天要给各位带我之手来给各位这些解答，要不要买随你。毕竟我写了几十万字，75万字以上的字，好卖你699，对不对？有点贵，但是又不贵。但是你一季慢慢听，一次听个20分钟，一部可以分3次到4次听，听完了对人生是有帮助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大于厄尼诺现象现在应该是坐实了啊。比如说老师之前跟各位提醒的，你要去买这些保险啊，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了。但是现在至少如果来得及你就买吧，来不及你就悠着点嘛，成这样的好不好？厄尼诺声音现象就是今年会比较严重一点，记得防水、囤粮这2件事很重要，干粮一定要有3个月。不要来跟我别啦，你妈那个吃不完了就少买一点嘛，对不对？我只能提醒你了，你要不要干是你的事，好吗？拜拜。现在应该结束了，好了，真的拜拜。